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我的原创系列微课《音乐与健康》的第2讲，让心灵插上音乐的翅膀。在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不论你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学生、社会人士，或多或少你们都会承担一些社会压力。作为一个高校学生，可能你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情感当中，可能都会有承担压力的这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首先提到一个问题：你有压力吗？也许我们很多声音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比如说我们的压力可以变动力啊，比如说那有很多很奇妙的、很有趣的减压方式啊，甚至我们可能在网络上会搜索到一些不健康的，甚至说有一些极端的这样的一种压力的排解方式，很可怕，特别是一些比较变态的那种方式。这些声音在充斥着我们的同时，我们其实是会用一种很不合理的，甚至说很不正确、不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压力。那么今天我提到了这个话题，我想让大家真正的感受一下你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吗？我们现在安静下来，静一下心，想一想我们眼前的这方世界。你的压力到底在你的内心当中，它承载了多少的分量？我们可以安静地感受一下它的存在。那如果把它从1到10分，让你去打一个分的话，它会有多少分？可能你们的内心都会有一种甚至很真实的、非常有具象化的一种压力了。我记得以前我给同学上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话题，他就直接把一个实验报告册摆在我眼前，老师，这就是我的压力。可能每个人的压力都是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真正的感受它的同时，我想让大家去形容一下你的压力它像什么？像一块大石头？像你眼前的一团乱麻，还是像很多很奇妙的、很怪异的，甚至很恐怖的声音？它更像一种我们心头压着的那种很闷的感觉吧。所以接下来我可以再推进一下我的问题：如果你有压力，它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现在可以再感受一下它的存在是什么感觉？压在胸口的大石头，又闷又沉，又让我们觉得上不来气儿。眼前的那团乱麻纷纷扰扰，藕断丝连，在你面前飞来飞去，让你一下子抓不着，然后它又一下子出现。很是焦虑，很是烦躁，怎么会有这么难受的感觉？好，我们的压力现在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眼前已经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了。我再给它推进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一些触目惊人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到2017年，全国高校大学生重度抑郁的比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时候可以有惊讶的表情。2014年的2.1%，上升到2017年的3.01%，意味着什么？100个高校大学生当中，就会有2到3人有重度抑郁的情况。重度抑郁意味着什么？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用很快的、很可怕的手段，马上结束我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我的一个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抑郁症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社会的一个隐形杀手，它是情感类精神病当中非常可怕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说情感类精神病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无论如何，重度抑郁的人，他其实能够治愈的可能性并不大。是什么让我们承载这么多压力？是什么让这些大学生真的能进入到重度抑郁的行列呢？可能他最初就是一个小小的压力，最初它就是一场小小的考试，一个小小的奖励或者是惩罚。所以让一个人慢慢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当然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成为压死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特别是在高校当中发生的时候，我经常会感同身受的去想，当那个人站在那个高楼上纵身一跳的时候，那他的内心是多么多么的恐惧和无助，甚至说他在那一刻的时候的感受，那是我们自己难以想象的。于是乎呢，我们就要寻求更多的心理减压的方式。那么我们可能听到很多减压方式，比如说什么大喊呐，特别是一些人站在这个飞机场去喊飞机呀，把自己的声音强烈的爆发出来啊，还有人就是大量的进行运动啊，把它消耗出去。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既有效又很舒适又很柔和又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减压方式，它叫做音乐心理减压法。这个内容呢，其实它源自于音乐治疗学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比较适用于健康人群的精神减压。其实，我们提到健康人群，就是他实际是没有任何的精神科问题的。如果有精神科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人，是不适合这个的，他直接要去送医。其中呢，它包含2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肌肉放松训练，再有一个呢就是指导性音乐想象2个部分。那么这个音乐减压法需要在专业的音乐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完成。那么我来说一下这个肌肉放松训练和指导性音乐想象这2个部分。基本上呢，它就是以让你置身在一个很舒适的、很风景如画的音乐的环境当中，首先把你的身体放松下来，用语言的模式引导你从头到脚，把你的每一个身体的部分用语言的方式叫它放松。而且这个放松要重复性的说，让你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放松下来，然后成为一个非常放松的整体之后呢，我们马上引入一段特别具有想象力的，比如说高山、大海、潺潺的小溪这样的一些风景的画面，里面的那个声音、自然的音效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明晰。于是你一下子又进入到一个指导性音乐想象的一个环节，让治疗师带着你的身体，带着你的心灵，不断的去看、去感受这个风景如画的世界，更多的要体现自我的一种感受。因为我每个人的想象，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就像100个读者心目当中有100个哈姆雷特一样。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办法真正接受音乐治疗师这种专业的音乐减压疗法的。那么什么样的音乐比较适合做减压音乐，适合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减压的效果呢？这个音乐听过吗？肯定听过吧，是吧？这个就是最有标志性的一个自然音乐的代表，它就是班德瑞的自然音乐。班德瑞的自然音乐呢，它最适合音乐自我减压。为什么？因为它有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它有自然的音效。刚才听到了水的声音，听到了虫鸣鸟叫的声音。好了，那么首先呢，它的节奏是舒缓的，旋律又是很轻柔的。
那这样的音乐，我们去选择它的时候，首先会让你进入到一个刚才我说到的内稳态的状态，让你的身体首先平静下来，因为它缓慢的节奏会让你觉得你置身在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舒适的、节奏很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力度要轻柔，没有强烈的对比冲突，没有强烈的强弱层次。当然旋律也是用一种拉长的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带着你走入到一片漂亮的草地上。这个班德瑞的音乐呢，它叫做春日，它有虫鸣鸟叫的声音，有溪水潺潺的流水的声音，还有一些乐器去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刚才我们听到了长笛的声音。这样的音乐呢，它的形象非常的生动，会让你觉得我真的置身在这样的一片草地上，头顶上是灿烂的阳光，远处是连绵的山脉。那么你站在这儿，是你一个人独自的感受，让你感受到风景如画的壮丽，又感觉到视野辽阔的这种开阔感。所以引发想象的音乐特别能够让我们置身于某一个场景当中。最后呢，就是音乐主题的积极向上，反映美好的自然景观，突出自我的感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你只有一个。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有着心理问题的朋友们说，我不受重视，我的自我感觉没人去理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音乐主题就是特别能够推动自我感受的一种过程。你只有在音乐的向上的这种积极的状态当中，你才能告诉自己，这么美好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要错过呢？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灿烂的颜色，我们为什么不去一一去看它，一一去感受它呢？所以这也是减压音乐的几大标准。接下来这一趴呢，不同的减压音乐的选择当中，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一定要风景如画的，一定要虫鸣鸟叫，一定要这样的歌曲。其实很多音乐它带有一定的个人标签性，在你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适合哪样的音乐，实际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感受一下，在这一刻有一个失恋的人站在你面前这个人可能在痛哭流涕的，在抱怨着，在说着他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会跟他进行有这样的很痛苦的情感的纠葛。于是乎我们说，这样的人，如果你给他听虫鸣鸟叫，如果给他听向上的音乐，他会觉得 no， 音乐不理解我，我这么痛苦，难道你还非得让我美好，我美好得起来吗？于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最适合的让他减压音乐，让他在音乐当中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样类型呢？忧伤的情歌最适合他。想象一下自己的情感，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旋律。可能大家都没有过这种感受，在情感当中是一个弱者可能大家年纪还尚小，还没有真正的这种情感的投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真正在情感里受伤的漩涡当中的人就是这样的，找一个失恋的、单身的、怎么样的这样的人才适合跟我去对话，才适合跟我去聊情感的话题，因为只有他才能了解我，才能懂我。所以可能懂你的音乐
是最适合给你去减压的。这就是在音乐治疗学当中有这样的一条标准，叫 ISO 原则，同步原则。什么样的情绪要针对什么样的音乐，只有在同样的情绪的音乐当中，你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有所释放啊，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在学习，特别是在高压的学习的状态下，特别马上你们要进入到考试阶段了，是吧？在高压的阶段，你们会有一种感受，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学着学着我就学不进去了，我会进入到一个学习的一个瓶颈期，特别是在一个强度很高的一个厚厚的书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我怎么也进不去，大脑不运转了，这样怎么办？推荐给大家一个挺有趣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可以听一些你完全不感兴趣的音乐，比如说交响乐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荐。为什么？交响乐它有着丰富的编制，有着非常抽象的音乐概念，所以你说白了你听不懂，于是乎你就会跟着这个听不懂的状态进入到自己的音乐想象当中。早年呢，我有一个学建筑的同学，他就曾经跟我借过很多交响乐的这个碟，跟我说你不用告诉我这个音乐是谁写的，你也不用告诉我这个音乐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理解去看它，去感受它，不可以吗？而且呢，他说因为交响乐的很多层次、很多编制，使得它的那个立体空间感非常强，所以他做出来的毕业设计当时好像是他们这个建筑大学当年的第1名啊，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可以再次进入到一个自己觉得解不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来感受一下交响乐真的会有这样的魔力吗？层次很分明，和声非常的繁多，仿佛进入到了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一样。所以我说，越抽象的交响曲可能会越给大家带来一种很难以去琢磨、很光怪陆离的、很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方世界。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从这个时候抽离出来之后，会发现哇，你眼前的这个学习也好，眼前的工作，眼前的这个社会，可能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上帝可能一下子从上面又给你开了一扇门，你可能一下子打开，豁然开朗。接下来呢，这个主题呢很有趣，因为我前2天在听电台当中的时候，有一个高考的学生打电话过来说我很感谢音乐，我更感谢的是我的偶像王力宏。因为他在这个高考准备阶段可能遇到了很多挫折，特别是学习各方面的压力，于是他没有人倾诉，他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每天听王力宏在他耳边唱歌。听着听着，他就觉得我的偶像在为我一个人唱歌。所以我一直认为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没有人会拒绝这么美妙的旋律和这么美妙的声音。我不知道你们现今的这个90后会不会听王力宏，不过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王力宏，王力宏，王力宏，没有其他人。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一首偶像唱的情歌当中，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它仿佛就在你耳畔，为着你自己一个人去唱歌一样。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不断的去这个单曲循环的，就是王力宏的另一首歌，那个时代的歌。他不断的在呼唤着你，不断的用一个特别甜蜜的，甚至很甜腻的声音在呼唤着你。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你想想，一个大学女生情窦初开，一个人在她耳边喊“你就是我唯一”，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可以想象，偶像的力量真的是无穷大的。最后一趴呢，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也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这种习惯啊？我就是愿意自己每天瞎哼哼，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也许词不对曲，也许这个根本就不成曲调，但是它真的会有让你很放松的、很舒服的那一面。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吧。其实我觉得用啦啦啦啦啦的方式，实际是会把曲调很多曲调都唱出来的啊。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创作者，哪怕这个曲调很难听，哪怕你跟启示人唱的时候，同学说千万不要在我耳边唱了啊，这个太难听了。但是它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它真的会让你很舒适、很自然、很放松的这样的状态。啊，在这儿我选择了一个也是成品的音乐，但它前面有一段啦啦啦，我觉得特别适合每个人一起啦啦啦啊！看看是哪一首？啦啦啦啦啦！其实这个旋律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它其实仿佛就是在我们耳边不断的萦绕着。这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会回旋在你脑海的一个旋律。这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啊，没有人能抢得走。你真正你要拉拉的时候，不论你拉成什么样，不论你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情感，真的就是很愉悦、很舒适的。啊，它里面那个节奏也是哈，嘣嘣嘣当哒哒哒哒啊，很放松的感觉。没有人的心灵会一尘不染，只要你勇敢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排解。如果可以的话，让你的心灵插上音乐的翅膀吧。插上音乐的翅膀，一定会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好，谢谢大家。